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这个脂肪多，你打消脂针可以。可是如果它已经松的话，你打消脂针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多出来的条状，甚至更严重。你看，凹凹凸凸非常的严重，这些都是实际上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遇到。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你都躲在那里。我没有躲，我连要咨询都不让我跟我别的医生咨询，他们就转过来说我要他那个眼睛，我要他那个鼻子，青色的眼睛，然后我没骗你，然后我就说那他的眼睛可以做成他那样吗？或者他的鼻子？真的啊，我没骗你了。我相信啊，我相信。所以刚刚其实我们在闲聊已经开始了。大家也想要像他一样眼睛跟鼻子吗？不过这一次这是真的很漂亮啊。但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啊，这次也要帮郑医师让他更美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一块。嘟嘟。是这里地方就是所谓的嘴边肉。那这个嘴边肉其实大家都讲嘴边肉，那可是呢，我们去翻那个文献，或者是去翻一些教科书，没有一个很明确定义嘴边肉。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嘴边肉到底是什么？你用医师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它就是个膨出的 fat pad， 就觉得它就是一个膨出的块状物嘛，对。那问题是它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其实这10年来，在这个整形解剖学上面，有很多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那我在几次那个国际的演讲我也把我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做一个分享。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什么是嘴边肉我们来看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脸上一层一层的构造最上面这个是我们表层掉下来。那这个网状的结构是什么？是筋膜，它垮下来。那这个最里面这一块黄黄的是什么？它是深层的脂肪垫垂下来。所以这3件事呢，构成了我们嘴边肉的3大成因。第一个就是表层松了，第二个就是中层的筋膜垮了，第3个就是深层的脂肪垫垂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第一型的嘴边肉。第一型的嘴边肉代表的是浅层的皮肤的问题。我们来看，就是主要就是这个地方。什么叫第一型的嘴边肉？就是嘴角旁边这里有一个掉下去的一个肉条状。我们再看就像这个样子。其实是什么问题这个你想象一下，就是这块这个皮有点掉下来，然后堆在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有一些人有点像土石流。有些人那个法令纹，它这里掉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条状物在这，一样的道理。如果它这个地方的皮松了掉下来，就会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条状物，就很像土石流松了这样掉下来。这个就是浅层皮肤松弛造成的问题。都知道脸分3层嘛，第一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第2层是筋膜，第3层是深层的脂肪垫。那我们怎么处理呢？有些人第一个想法是，我可不可以打消脂针？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这个脂肪的问题，你打消脂针有没有用？有用。好，可是如果你这个地方皮它已经松了，它是土石流堆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堆在这个地方，你打消脂针会有什么问题？脂肪面你消了，好，可是那个里面就空空的可能会导致怎么样？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地方可能会更松，或是凹凸不平。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案例好，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这个脂肪多，你打消脂针可以。可是如果它已经松的话，你打消脂针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多出来的条状，甚至更严重。你看，凹凹凸凸非常的严重。这些都是实际上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遇到。就是有客人在其他地方打了消脂针，他嘴边打了消脂针，就打完就变成这个样子。那或者是就会像这样子，凹凹凸凸的，那就会看起来怎么样？好像多了好几条木偶纹的这种感觉，看起来更不自然，更不 OK。好，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消脂针的目的是什么？是消掉脂肪，但是消脂针是不能够让你的皮变紧的。所以如果你是第一型的嘴边肉，请记得你不是单单的消脂肪而已，你还得要让它变得更紧。
这个是去年我们发表在一篇国际论文上面的一个影片哈，我们搜集了很多的案例，然后这案例我们去追踪5到10年，我们去研究一下哈，研究说这些人在这5到10年以后，他老化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哈？那我们就这些人，我们有做核磁共振哈，那我们就去测量，那我们发现一件事，这个深层的这一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深层的这个脂肪垫。所以在筋膜底下这个脂肪垫，它随着时间呢，它会有一些问题发生。什么问题？它会慢慢的往下掉。原本呢最大块的这个甲脂垫哈，这个深层脂肪垫在脸叫甲脂垫，它原本是在颧骨下面这，但是它会慢慢的往下掉，它会慢慢的往下掉。用什么样的速度往下掉呢？大约每一年会掉0.89 mm 哈，0.89 mm 好像不多，对不对？10年就将近1公分了，也就是你每老10岁，它就会掉下来1公分。所以想想看，如果你今天30岁、40岁、50岁，它慢慢往下掉，它就会很明显。当它往下掉很明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怎么样，就会膨起来，然后这就会多了一块凸起物，就很像你本来是有点可爱的小婴儿肥啊，后来掉下来就变成什么？变成 U 型脸啊。那这一个研究成果哈，其实我们把它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他们现在有教科书收录到里面去，问我们可不可以收录。我们来看一些实际的照片哦。那什么叫第2型的嘴边肉哈？我们来看一下哦，什么意思哈？什么是第2型的嘴边肉？深层脂肪垫下来，就是这里会有一坨圆圆的这个嘴边肉，这里会有一坨圆圆的这个嘴边肉。好，那如果在核磁共振上面，你就会看到这一坨，你看这一坨圆圆的甲脂垫，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你就会看到这里怎么样，就凸了，这里就凹了。这个核磁共振它的影像，你看它两边不一样，两边下垂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看镜子会发现，你两边脸垂的程度不一样，就像这个人一样，这个人他两边垂的程度不一样，因为他这一边深层的脂肪垫比较垂。所以像这种第2型的深层脂肪垫的嘴边肉，好，它其实通常发生在什么人身上，你知道吗？就是原本就有点小婴儿肥，好，那随着年龄它是稍微有点掉下来，好，那所以大家弄清楚一件事哦，这个不一定会发生在年纪大的人身上。比如说像郑医师，我都可以想象你小时候应该嘟嘟的很可爱。我看过你小时候的照片，大概30几年前的样子吧，20几年前的样子。所以我们这次要帮郑医师处理这一块有点嘟嘟。大家仔细看哦，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拉上去的时候。不仅这一块这个稍微微掉下来这一块呢，甲脂垫呢，我们会把它提上去，在他面前我都要说微的，不然会被打。你会发现一件事，一旦拉上去的时候，他的下巴会比较明显。当然，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人而言呢，我们待会看一些照片，拉完之后，不仅这个嘴边肉消失了，脸颊凹也改善了，U 型脸也改善了，下巴也明显了。从 U 变 V 是有并没，因为深层的脂肪垫下垂会造成你脸型很明显的改变。第3型的嘴边肉，它的问题是在筋膜化。好，我们看就是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它本来我们的这个下颌线应该要很明显的。那有一些人他下颌线呢变不明显了，有的人是因为双下巴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因为这个地方脸这个地方的组织掉下来的，这一块掉下来的时候，他的下颌线就不明显。这一种的原因是因为这就是第3型的嘴边肉，它是因为筋膜垮了。那这个怎么做呢？这个也是需要做到像这个8字线这种方式，把筋膜重新拉回去。用一般浅层的拉法一样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像刚刚第2型跟第3型，基本上都要用8字这种深层的埋线才有办法去改善它。不过其实事实上有很多的人他表现出来他是混合型，它往往不会只是单一种形式，所以诊断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有很多人他打音波、电波，他打完无感？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根本就不是筋膜以上的问题，它是深层的问题。所以我常会讲不管你做任何疗程其实我觉得做整形、做回填就很像我们在处理一个医疗问题，一定要先诊断。比如说今天一个人他咳嗽，他咳嗽是感冒还是他是新冠？你要先诊断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他是新冠，你咳2下，你把他当感冒是很危险。它是什么原因？它是属于哪一型的？然后对症下药，你才有办法达到最好的效果。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在你们各位的这个画面的左手边，好，画面左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属于哪一型呢？它最主要是第一型跟第二型。那这种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针对浅层跟脂肪垫拉上去，拉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它术后你们画面右手边术后的这个照片，脸变小了，而且它嘴边肉没那么明显，连木偶纹都会改善。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那这一个呢，它是属于第一型跟第三型啊。你看画面左手边这个第一型，就是你看到它的这个嘴角旁边，它木纹旁边这里有一个小肉条，这是皮松的状况。然后呢，它的脖子这个下含缘变得没那么明显，因为它的筋膜有往下垮的状况。所以我们处理完它第一型跟第三型的时候，它的木偶纹改善了，它的这个下颌缘也会改善。那我们再看像这一个客人呢，他最主要问题是属于第二型跟第三型。那第二型跟第三型会让他的这个脸变得比较 U 型脸，而且嘴角两边的这嘴边肉看起来会很圆。好，那我们把它拉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他脸变 V 的。除了这个之外，他的下巴没有打任何的东西哦，可是你会觉得他下巴有延长的状况。你想想看嘛，就是假设你是有2坨肉，它掉下来了，下巴好像就缩进去一样。对，所以你把它拉上去，下巴就跑出来啦。一个比例的问题。是没有错。好，我们再看一下哈。那这个照片是什么？像这个客人，他最主要问题就是他是属于第一型跟第二型。好，在嘴角旁边这有一小块肉，然后这里有一个嘟嘟脸啊。我们把它拉上去以后，你可以看到很漂亮啊，它的这个木偶纹改善了，它的脸型也改善了。所以对症下药非常的重要哈。那这些都我们实际案例图。那像这一位呢，他是1、2、3型都有。好，当然你会看到他的法令纹。好，也不一样，因为它法令纹有处理到。我们今天主要讲下半脸。首先，你看它嘴角旁边这里有条状的啊，然后它这一块有一块嘟嘟的啊，条状这个就是第一型浅层的问题，嘟嘟的这块就是第二型深层的问题。然后它最靠近下含缘这个地方已经垮下来，这是第三型筋膜的问题。这3个处理完以后，他的脸型就会漂亮很多，他的纹路就会变浅，整个人会年轻非常的多。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客人他也是很知名的直播主。我们看到他本来的术前他的脸，你会发现一件事，他脸这里是凹的，然后这里凸了一块，脸看起来整个就是觉得脸好像变大了，因为 U 型脸。那这个呢，它最主要问题就是它是第二型跟第三型。我们把它第二型深层的脂肪垫上提，你会发现一件事，它脸变小了，但是它脸颊凹却改善。为什么？因为它的夹子垫我们把它上提，我们把它深层的脂肪垫上提之后，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复位，它脸型就好看了。我们再把它松掉的筋膜收紧，它的下含缘也会跟着出来。很多人觉得嘴边肉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他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无效的事情。那事实上，在做这些治疗之前，你要怎么选择有效的？首先，你要先知道你问题在哪里，因为没效才是最贵。要不要接下去？好，没有错，想做要找专业，我们的 slogan。想做要找胖。OK， 那来吧。好，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OK，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啦。那大家也期待，就是漂亮的郑医师他做完以后，可以更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我就录完之后直接当搞笑艺人就好了。你们形象都毁了。对啊，我形象都毁到你这边了。不会，你到时候整个人更美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一切是值得的。真的。对。而且你以后就不用再用脖子夹蚊子了。我记得上次那只是你夹的。OK， 大家拜拜。拜。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哦。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
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